和周晨相戀的第3年，他說要給我一個難忘的生日，沒想到是將我踩在冰冷的地上，任由其他男人欺辱我。我艱難地昂起頭，顫抖地抓着他的褲腳，問他：“阿晨，為什麼呀？”他衝我輕蔑一笑，毫不留情地一腳將我踢開，語氣森寒：“林青青，為了替阿離報仇，我等這一刻已經等很久了。”我閉上了眼，心如刀割。後來我如他所願，決定去死，可他卻哭着求我不要離開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阿晨，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呀？酒吧的包廂裡，男人的嬉笑聲一片。我趴在冰冷的地上，伸出手拉着周晨的褲腳。我使勁掙扎着想要爬起來，卻被身後的幾個男人死死地按住。他蹲在我面前，輕蔑地看了我一眼，笑得越來越冷。林青青，你知不知道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讓我覺得惡心。聽到周晨說我惡心，我的心猛地一縮。我不理解，我們相戀3年，一向溫和的周晨怎麼突然變了，變得冷冰冰的，讓我很陌生。我更不理解，那個口口聲聲說愛我要和我相伴一生的人，為什麼會突然厭棄我？我的眼眶開始變得濕潤，問他的聲音也慢慢變得哽咽。這是為什麼呀？他毫不留情地一腳踢開我的手，冷冷地問：“你還記得沈離嗎？”沈離，聽到這個名字，我渾身一震。我當然記得，當年他忽然跳出來，指控哥哥趁他醉酒侵犯了他，把哥哥送進了大牢，自己卻遠走國外，杳無音信。可是這和他有什麼關係？我不解地看向周晨，他用一種冰冷的眼神看着我，咬牙切齒地說：“沈離是我女朋友，是你哥哥看她漂亮起的歹心，毀了她，她不堪其辱，才會選擇和我分手。我失去了最愛的人，你哥哥就是罪魁禍首。”我猛然一怔，不可置信地看向他。所以，林青青，我實話告訴你，我接近你就是為了報復你們。我要讓你哥知道，傷害別人是需要付出代價的。他不是最在乎你嗎？那我就毀了你。他的話讓我呆愣在原地。原來周晨不是愛我才和我在一起，他只是想替他的前女友報仇。我真傻呀，竟然將他說的情話都當了真，還在計劃着和他的未來。可是為什麼偏偏要選這天呢？今天是我生日，我滿心歡喜地精心打扮了一番來見他。本以為他要給我慶生，卻沒想到落入了他精心設計的陷阱。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周晨慢條斯理地道：“沈離就是生日那天在酒吧喝醉了酒才出的事。林青青，我要你也嘗嘗他受過苦、遭過的罪。他真狠吶！”我的心一陣絞痛，看着滿屋子的男人，心裡害怕到了極點。我大概知道他要怎樣報復我，掙扎着顫聲求他：“阿晨，念在我們在一起多年，你放過我好不好？”他扭過頭，沒再看我一眼，冷聲吼道：“我放過你，當初你哥哥為什麼不能放過沈離？”話音剛落，不等我再說話，他一個眼神示意，人群中走出來一個男人，開始解起了皮帶。我被按在地上，長裙被人慢慢從後掀了起來，腿部裸露的皮膚瞬間升起陣陣寒意，耳邊尖叫聲、口哨聲此起彼伏。在眾人的哄笑聲中，一道溫熱的肌膚貼了上來。這一瞬，我感到一股電流直擊天靈蓋，令我頭皮發麻。羞恥感在此時達到了頂峰，我拼命地掙扎，卻無濟於事，只好歇斯底里衝周晨哭喊：“阿晨，不要！你快讓他們停下來！我會死的，我真的會死的！”大概聽到我會死，周晨皺了皺眉，這才擺擺手，讓他們停了下來。但他還是沒有放過我。當着眾人的面，
他扯碎了我的衣服，拿起了相機，給我拍了許多照片。臨走前，他捏着我的下巴，輕笑着對我說：“林青青，你說你希望今年有個難忘的生日，現在祝賀你，生日願望實現了。”這一刻，我終於被徹底擊潰，渾身像被抽乾了力氣，捂着眼睛癱倒在了地上。晚上，我在淋浴間裡使勁地搓洗身體，被人碰過的地方皮都搓破了，但還是感覺好髒。搓着搓着，終於忍不住放聲大哭了起來。父母去世得早，我和哥哥一直相依為命。那年，他只是下班經過，扶了沈麗一把，卻被他指控那女人顛倒黑白，不知從哪拿出莫須有的證據，將哥哥送進了牢裡。我去看他時，他說坐牢他不怕，他只是擔心我在外面沒有人照顧。自從哥哥離開後，我家門口總是被人倒垃圾、潑油漆、寫惡毒的話咒罵我們，甚至還有人用猥瑣的眼神盯着我看。每次一個人晚上下班回家，我都擔驚受怕。後來周晨突然出現了，走夜路時，他都會不遠不近地跟在我身後。我原以為他是什麼歹人，直到有一次，黑巷子裡竄出來一個醉漢，非禮我，是周晨衝出來將他趕跑了。為了答謝他，我主動找他要了聯繫方式，我們慢慢熟悉。他長相帥氣，又溫柔善良，我情不自禁對他心生了好感。後來我們相戀了，他接送我上下班，為我做好吃的飯菜，陪我去樓頂看月亮。他甚至不嫌棄我有個服刑的哥哥，會時常陪着我去看他。我總是忍不住感慨，我一定是前世修來的福氣，才會遇到這樣好的周晨。今年他問我想要什麼樣的生日禮物，我告訴他想和他在一起過一個難忘的生日。我以為他會給我驚喜，卻沒想到是恐怖的驚嚇。他蓄謀已久的這場報復，算計得剛剛好，在我對他的愛意達到頂峰時，給了我重重一擊，將我打入深不見底的深淵。他一定很愛沈黎吧，才會願意為他在我身邊忍辱負重這麼久。自從酒吧那一夜之後，周晨便從我身邊消失了。從前身邊那些對我的惡意死灰復燃，愈演愈烈。那些曾經欺負我們的鄰居，繼續在我家門口吐痰、扔垃圾，還有人在我家門口刷油漆，罵我是臭婊子。有天晚上，我回家的路上，被幾個人拉到漆黑的巷子裡，他們的拳頭像雨點一樣落在我的身上。一番拳打腳踢之後，他們將口水吐在我臉上，然後罵我有什麼樣的哥哥，就有什麼樣的妹妹，一家人沒一個好東西。灰暗的燈光下，我抱着頭蹲在地上，泣不成聲。其中有一個人將手伸過來，忽然扯起了我的衣服，我害怕極了，掙扎間不小心撞到了牆上凸起的石頭，血流了滿臉。最是倉皇無助時，沒想到周晨會來。他走了過來，居高臨下地看着我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他的語氣仍然冰冷。林青青，最近不好受吧？要怪就怪你哥，你這是在替他受難。我沒有抬頭去看他，心底湧起殘忍的痛，讓我不能呼吸。四周又響起了哄笑聲，但被周晨打斷。他說：“林青青，我要你就這樣一直擔驚受怕地活着，好讓你那坐牢的哥哥明白，他永遠對不起沈黎。”他放下狠話，沒再看我一眼，扭頭走了。一起被拉走的還有那幾個想要非禮我的人。晚上，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看到桌子上擺着的一對泥娃娃，頓時淚流滿面。那是我和周晨戀愛時在創意店裡親手捏的，他捏了一個我，我捏了一個他。我原本打算我們互相放一個泥娃娃在對方家裡，作為我們美好愛情的見證。可是周晨說他不想和我分開，自然也不想小泥娃娃們被迫異地，
所以他將2隻泥娃娃擺在我家最顯眼的位置。他還說，希望我們也能早一些結婚，再共度朝朝夕夕。曾經的誓言還在耳畔回響，昔日的愛人已經變了模樣。我正陷入回憶，手機突然響了，是閨蜜笑笑的電話。她話裡有些猶豫，但最後還是擔憂地問我：“青青，你看到網上的熱搜了嗎？”我打開抖音，屏幕上就跳出了自己衣不蔽體的照片，正是那日周晨在酒吧拍的。配文是：“哥哥犯了罪，妹妹也跟着犯賤。”照片有上萬人點讚和轉發，更有評論無數。現在的女孩子啊，越來越不自愛了，到處瞎搞，你懂得，出賣身體來錢快。瞧這姿色，看上去真不錯呢。我也想玩一玩。鋪天蓋地的罵聲讓我大腦一片空白，只覺眼前天暈地轉，再也站不住了，癱坐在地上。周晨，你的報復真的好狠。這場照片風暴遠沒有結束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家門口突然聚了很多人。我出門的時候，一個禿頭大叔忽然湊上前，笑眯眯地盯着我看。他問我：“你要多少錢一晚啊？咱們都是鄰居，照顧你生意，給打個折呀。”我忍着眼淚，捂着耳朵衝他們吼：“你們再不滾，我就要報警了！”這些威脅好像一丁點用都沒有，他們不肯走，只是嘲諷地看着我。鄰居大嬸路過人群，我求助地看向她，卻只收到她嫌棄的眼神和一句厭惡的罵聲：“呸，真不要臉！”我心一縮，捏緊了拳頭，拼盡全力擠出了人群。到了公司，還沒坐上工位，就被 HR 叫去了辦公室。林青青，公司不能接受有損公司形象的員工。HR 甚至不願意等我解釋，就將我辭退，趕出了公司。我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，天空突然下起了雨，淅淅瀝瀝地落在身上，連心也跟着一起潮濕。口袋裡的手機響個不停，我收到許多條短信，全是露骨的文字。約嗎？我看你姿色還可以。多少錢一晚？可以包月嗎？一個出來賣的婊子，電話不接，信息不回，裝什麼清高？我知道我的信息被網友扒了出來，他們已經認定我是一個出賣身體的女人。手機上不斷彈出陌生人的消息，越來越難聽，越來越刺耳。我終於忍不住給周晨打去電話，哽咽着求他：“周晨，你去網上解釋一下好不好？告訴他們我不是那樣的女人，求你了。”可是電話裡只有沉默，雨淅淅瀝瀝地下着。我聽到自己的聲音越來越小，到底要我怎麼做，你才能原諒我哥哥，放過我呢？周晨終於說話了，他的一字一句寒涼入骨。他說：“林青青，你乾脆死了算了，死了我可能就原諒你們了。”掛斷電話後，我走在街上，恍恍惚惚間，四周喧鬧的聲音都消失了，我的世界裡只有周晨的那句“死了算了”在不斷回響。我加快了腳步，在雨中走了很久，終於來到了一座橋邊。曾經我和周晨一起喝着奶茶，在橋上散步看夕陽。那時候的我們站在一起，就算不說話，也是十分美好。下了雨，橋下的流水很急，我坐在橋邊，捂着臉，回憶起這幾年和周晨在一起的日子。那些美好就像橋下的流水一樣，一去不復返了。我再次撥通了周晨的電話，電話那頭傳來他不耐煩的聲音：“林青青，你有完沒完？別再騷擾我了，我再也不想聽到你的聲音。”說完，他就要掛斷電話。我輕聲喊他：“阿晨。”語氣溫柔，就像我們相戀時一樣。他愣住了，我想衝他笑一笑，剛咧開嘴，才想起他不在身邊，是看不見的。我捂着臉，自嘲地笑了，然後對他說：“阿晨，我要走了，再也不會煩你了。你放過哥哥，放過我，
也放過你自己吧。話音落下，電話裡靜默了幾秒，隨後傳來周晨慌亂的聲音。他問我：“你在哪？”我笑着反問他：“你還記得我們常去的那座橋嗎？”你說的對，流水可以沖乾淨一切，包括痛苦。阿晨，你也放下心中的仇恨吧。大概是他還沒有折磨夠我。聽到我提到了橋，突然急了，他吼我：“林青青，你給我站在原地，沒有我的允許，你不准跳。”從前的事，我無能為力，但現在，我終於有選擇的機會了。電話裡傳來周晨的怒吼，我從未見過他如此暴怒。即便是酒吧那晚，他也不過是語氣冰冷，懶得理我。管他呢，我已經不想再和他糾纏了。我放下了手機，平靜地看着橋下，笑了笑，一個縱身跳了下去。從此那些恩怨與報復，流言與惡意都與我無關了。這樣也好，我感覺身體越來越重，頭很痛，像要裂開了一樣。這大概就是臨死前的症狀吧。腦海裡閃過許多和周晨在一起的瞬間，那些美好、燦爛的像星星一樣。我忍不住想要伸手去抓住，卻恍然闖進了一場回憶裡。那時我和周晨還很相愛。中秋夜裡，明月高懸，月光如酥。周晨陪我在樓頂賞月，我陪他在月光下喝酒，酒灌進了肚子，暈的卻是腦袋。我的身體不受控制，在樓頂胡亂跳起了舞，逗得周晨哈哈大笑。半晌，他拉着我坐在他腿上，笑意盈盈地問我：“酒量這麼小，哪天被人灌醉了怎麼辦哦？”我笑着看他：“那你就一直都陪在我身邊啊。”恍惚間聽到他說：“我會一直在你身邊。”然後他吻了我，酥酥麻麻，甜甜的像春天的棉花糖。我想抬眼去看他，卻眼前一黑，徹底醉倒在他的懷裡。我聽到周晨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，他說：“青青，快醒一醒。”額頭突然附上來一片溫熱，我是真的想就這樣被他抱在懷裡，不再醒來呀。可是耳邊周晨的催促聲卻越來越急，越來越凌厲。青青，我不許你死，我還沒有原諒你們，你給我醒過來。耳邊的聲音很嘈雜，我聞到了消毒水的味道，身體痛得像要裂開。我想喊出來，卻喉嚨發緊，喊不出來一點聲音。我聽到醫生在說，患者在水裡沖泡太久，不僅大腦缺氧，很多器官也都受到了嚴重的損壞，而且患者求生意志不強。很抱歉告訴您，我們盡力了。砰的一聲，周晨摔了東西，突然爆吼：“你們這群庸醫，說個混蛋抱歉，我的青青還有救，你們就要放棄他了嗎？我有錢，我要用最好的藥，你們給我治好他。”醫生嘆了一口氣，如果患者自己不願意醒來，再好的藥，我們也無能為力。周晨不高興了，他大罵：“你們就是能力不足，在找借口！我要換醫生，我要轉院。”急救室裡很快亂作一團，我聽到打雜、爭吵，各種聲音交織在一起。周晨在醫院大鬧了一番，許久後，終於在我的病床邊蹲了下來。他哽咽着喊我：“青青，我們去其他醫院試試，你一定可以醒來的。”他像魔怔了一樣，趁着醫生不在，說完就要抱起我走。就在這時候，笑笑來了。剛見面，笑笑就忍不住了，指着周晨的鼻子就開罵：“你現在在這假惺惺的有什麼用？你就是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，都怪你拍照發那些照片，是你把青青逼上了絕境。”被笑笑罵，周晨也沒有生氣，像是安慰自己一般說道：“那些照片我都已經刪了，不會再有人亂發了。我有錢，我可以給青青換醫院，請最好的醫生，一定可以治好她的。”笑笑擦了一把眼淚，哭着衝他喊：“照片刪了有什麼用？晚了，青青已經被你逼死了，
你有錢又有什麼用？救不了他了。周晨愣在原地，半天不說話。笑笑趴在床邊，拉起了我的手，一遍遍地喊我：青青，青青，你真的不打算醒來嗎？你哥哥還在等着你去看他呢。是啊，我還有愛我疼我的哥哥，我還沒有和他說聲再見，告訴他這不關他的事，是我自己不想活了。我的心猛地一顫，床邊的儀器發出滴的一聲響。醫生看到後告訴笑笑，患者有反應了，有效果，繼續和他說話。於是笑笑拉着我的手，坐在我床邊，慢慢說起了我們的從前。笑笑說了一下午，一滴水都沒有喝，嗓子都啞了。他捂着眼睛自責，都怪我忙個屁的工作，沒有在你最需要的時候陪在你身邊。你醒來呀！醒來狠狠地骂我，這不關笑笑的事，但他這樣讓我心裡很難受。我想我該同他說清楚的。我拼命地掙脫困住我的漩渦，努力掙扎着衝破眼前的黑暗，終於在夜半時分睜開了眼。笑笑見我醒來，激動得直掉眼淚。他撇着嘴怪我，說我沒良心，拋下他一個人，讓他擔驚受怕了這麼久。我衝着他笑了笑，下意識看向四周。周晨說要等我醒來，可是現在他不在。笑笑察覺到了，連忙又安慰我，別理那個沒良心的。接了白月光的電話就跑了。他摟着我，沒關係，你還有我呀。原來是消失多年的沈黎終於回來了。他替他出了一口氣，應該能挽回他了吧。我咧着嘴衝笑笑搖搖頭，我已經不在意了，這些都和我沒有關係了。雖然醒來，但身體卻虛弱得很。笑笑說我這是跳水後遺症，讓我以後別胡鬧。我笑着點頭，但我自己的身體我知道。我開始努力吃飯，配合治療。我還想再去見哥哥一面，但是我總是很久都睡不着，睡着了又醒不來，不知不覺又睡了大半天。醒來時就聽到笑笑和周晨在病房外爭吵。笑笑罵他：你逼青青跳河，就是做給白月光看的吧？周晨：我以前怎麼沒發現你這麼惡心？好啊，現在白月光已經回來了，你還來這裡招惹青青做什麼？周晨不高興了。陳卓生反駁：我從沒有想過利用青青跳河來挽回沈黎，我只是想讓青青受點苦，讓他哥哥懺悔。畢竟是他哥哥犯錯在先，沈黎才會受那樣的苦。啪的一聲，我聽到清脆的一聲響。笑笑拔高了聲調衝他吼：不知道真相，不要在這裡亂說。你怎麼不去問問你的白月光，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當年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呢？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，陷入了回憶。那天哥哥下夜班回來，比往常晚了一些。他向我解釋，原來是在路邊遇到了一個醉倒的女孩，他不放心，將那女孩送去了醫院。只是沒想到，他竟因此招惹來一場禍事。那個女孩就是沈黎。不久後，沈黎起訴哥哥玷污了她的清白，導致她懷孕，甚至他們不知道從哪找來了莫須有的證據，把哥哥送進了牢裡。我疑惑地看向哥哥，他衝我搖搖頭，他說他沒有做過。我信他。哥哥入獄後，我終於找到了沈黎，質問他，他好心幫你，你為什麼要冤枉他？他輕蔑地看了我一眼，笑道，雖然不是他做的，但誰叫他送我去醫院呢？當時這件事鬧得沸沸揚揚，網友都在熱議，如果不是這個男人做了虧心事，為什麼他要送一個陌生女人去醫院？我皺着眉質問他，你為了陷害我哥，把自己名聲搞壞，到底有什麼好處？誰料他卻笑了，強姦我的人確實不是你哥，但我的事需要有一個人背鍋，剛好你哥來了，算他倒霉。再說，我現在可是受害者，大家都站在我這邊，我怕什麼？他說得理直氣壯，
驕傲地昂着脖子走了。我攥緊了拳頭，恨他的無恥，更氣自己無能為力。周晨在病房外給沈黎打了一通電話，從平靜的質問到後來的怒罵，最後他沉默了。他進來的時候，我閉着眼睛，假裝自己睡着了。他掖了掖我的背角，彎腰時，一滴眼淚砸到了我的臉上。半晌，耳邊傳來他哽咽的聲音。他說：“關於沈黎事情背後的真相，你當初怎麼不告訴我呢？”我可以。被子裡，我渾身顫抖，慢慢攥緊了拳頭。他好像忘了那天在酒吧，他拍完照片要走時，我抱着他的腿，哭求着讓他聽我解釋。可是他一腳踹開了我，咬牙切齒地對我說：“不必了，像你們這種人的嘴裡能說出什麼？”他不給我任何解釋的機會。他那麼愛沈黎，即便是真的聽了，也不會信我的吧？我開口打斷他的話：“不必了，我不需要你。”周晨愣了一會，突然苦笑道：“青青，可是我需要你啊！”突然，他握住了我的手，哭着求我：“青青，是我的錯，是我沒搞清楚，才會讓你受了這麼多的苦。你原諒我好不好？過去那些不愉快的，咱們都忘掉，我們重新開始。你不要離開我，還能重新開始嗎？”他好像忘了生日那晚，他對我有多決絕。他找人褪去我的衣服，想要當眾羞辱我時，他眼裡的恨意已經將我淹沒。我哭喊着問他：“阿晨，你說過你愛我的呀？難道那些朝夕相伴的愛意也都是假的嗎？”他摟着身旁濃妝豔抹的女人，眉頭輕挑，十分混淡地同我說：“林青青，你不瞧瞧你自己，一身子酸臭氣，你覺得我能看得上你嗎？是你自己輕賤，迫不及待地投懷送抱，才讓我能夠取得你的信任，順利實現報復。”心裡的酸楚排山倒海般襲來，我抹了一把眼角，聲音顫抖着對他說：“周晨，是我看錯了你。”他撕扯我衣服，要給我拍下恥辱的照片。我拼命掙扎，他冷笑一聲，一手捏着我的下巴，湊近我耳邊威脅道：“好啊，林青青，你別忘了，你哥哥還在監獄裡，我有的是辦法。”他大概是真的恨透了我們，才會想要這麼狠地報復我們。我害怕了，哭着衝他暴吼：“周晨，你混蛋，別去找我哥麻煩！”在他的輕笑聲中，我鬆開了掙扎的手，拍就拍吧，一句殼子而已。周晨報復得很瘋狂，瘋狂到已經不是我最初認識的那個人。如今他終於知道真相，想要回頭，可是我們回不去了。笑笑告訴我，最近周晨每天都會來，見我睡着，會坐在我床邊，呆呆地看着我很久。其實我知道他來過，我並不總是睡着的，我只是不想再見他了。在等待出院的日子裡，我沒想到竟會見到他。沈黎找到了我的病房，他進來時，周晨不在。笑笑看到他，拎着枕頭就砸了過去，指着他罵：“你這個不要臉的賤女人，還有臉過來？你害我們，害得還不夠嗎？”被笑笑罵，沈黎並未生氣，只是勾起了嘴角，冷笑了一下。他徑直朝我走來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冷笑道：“原來就是你呀，好久不見。”我看到他就氣不打一處來，都是他害哥哥身陷牢獄，當場毫不客氣地趕他走。你誣陷我哥，害他坐牢，你走，我不想見到你。可他卻臉色一變，表情變得猙獰，神情囂張地對我說：“對，是我陷害你哥，那又怎麼樣？你們沒有證據啊！”他突然話音一轉，語氣變得凌厲，惡狠狠地罵我：“可是這麼久了，你們怎麼還是陰魂不散纏着我？甚至還讓周晨變了心。我從國外回來，他竟然跟我說愛上了別人。哼！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給他灌了什麼迷魂湯。”還沒等我反應過來，沈黎突然衝過來，抓着我的頭髮就向床頭砸去。
笑笑為了護我，被他撓出了好幾個口子。他的力氣很大，我的額頭被砸破了口子，流了好多血，差點栽下床去，頭暈暈乎乎的。忽然聽到了沈離的一聲尖叫，抬眼就看到一隻大手伸了過來，抓住沈離的頭髮，就將他往外拖。周晨咬着牙看着他，恨不得吃了沈離。我警告過你不要打擾青青，否則後果自負。你竟還敢來！沈離嘴裡罵罵咧咧，還想掙扎，被周晨拖拽了出去。周晨回來，一邊幫我擦血，一邊溫柔地說：“青青，我這就將他送去警察局，還你個清白。你等我回來。”誰要等他回來呀？我才不需要呢。我將手機剛剛錄下的視頻上傳到了網上。沈離不是說沒有證據嗎？現在我看他還要怎麼狡辯，和當初的豔照一樣。視頻一經發布，就引來了熱議，無數網友轉發評論，搞半天，這女的才是最惡心的那一個呀，還誣陷別人強姦，真不要臉！報警，抓起來，讓叔叔好好教育教育她。這個受傷的女孩子是前段時間被網暴的那個吧？這麼看，其中是不是有什麼隱情啊？有人在下面解釋，受傷這姑娘是個好女孩，照片是被逼拍的。許多人開始回復，大家真冤枉了她了，她受苦了。網上還在討論，但我已經不在意了。我關上了手機，笑笑坐了過來，同我說，周晨找了律師，說有了這份證據，哥哥很快就能出來了。終於等到了這一天，真好啊！哥哥出獄這天，我不顧醫生勸阻，辦理了出院。我要去接他。周晨說擔心我的身體，一直跟在我身後。大概是最近他的白月光人設崩塌，令他傷神。他整個人看上去憔悴了不少。剛見面，哥哥就衝了過來，一拳頭狠狠地打在周晨的臉上。你答應過我你會照顧好他，你就是這麼照顧的。周晨沒有還手，結結實實挨了一頓打，鼻青臉腫地跪在地上。他說，如果打我一頓能讓你們消氣，能讓青青原諒我，你儘管重重地打。哥哥氣急了，還想再動手，被我攔了下來。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，他是誰，做什麼，以後都與我們無關了。聽到我說以後與他再無關係，周晨突然捂着臉哭了起來。是我的錯，是我自己眼瞎，看不清真相，才會做那樣的事情，去傷害你。可是，青青，求你別離開我，你給我機會彌補，好不好？我拉着哥哥上了笑笑的車，沒有說話，只留給他一個關門聲。後視鏡裡，我看着他癱坐在地上的身影越來越遠，直到再也看不見。回到家，哥哥讓我去休息，他和笑笑都在忙着收拾屋子。陽光透過窗戶灑進屋子裡，美好的有些不真實。我將桌上的2個瓷娃娃握在手裡，躺在了床上。排山倒海的倦意襲來，我緩緩地閉上了眼睛，就這樣睡去吧。我情願在一個沒有周晨、沒有沈離的夢境裡，不再醒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